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，但其实正在被认真讨论的话题——改造火星。没错，人类真的在想方设法把这颗红色荒漠变成我们的第二个地球。这个计划听上去疯狂、浪漫，甚至有点自大，但背后的科学和风险可能比你想的更惊悚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偏偏是火星？因为在整个太阳系里，火星是最像地球的邻居。它有昼夜交替，有四季变化，重力大概是地球的1/3，甚至还有2个小月亮陪伴。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备胎星球，但是问题也同样明显。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稀薄，主要是二氧化碳，氧气几乎没有，温度平均-60多度，还有强烈的辐射直射地表。换句话说，火星环境对人类来说简直比南极还要残酷100倍。所以人类的野心是改造整个星球。这听上去像是给火星做一个行星级整容手术，方法有很多种，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像科幻电影。比如有人提出直接往火星表面丢核弹，不是要炸毁它，而是利用核爆释放的热量融化极地冰层，让二氧化碳和水蒸气释放出来，大气压力上升，温室效应加强，火星就会慢慢升温。还有一种方案，建造巨大的太阳反射镜，把阳光集中照射在火星，像是给整颗星球开暖气。甚至有人说，可以往火星的大气里释放氟利昂这种强效温室气体，用人造的方式强行改变气候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？但这些提案真的都有人写进论文，做过计算。不过问题也来了，我们真的有能力掌控一颗星球吗？首先，火星的引力太弱，就算我们成功释放了大气，火星能不能留得住，还是个大问号。可能我们花上几百年制造出的新大气层，最后轻飘飘地流失到宇宙里，功亏一篑。还有辐射问题，火星没有像地球那样的磁场来保护自己，宇宙射线和太阳风会毫不留情地直打在表面。就算我们把火星变暖了，人类还是得住在厚厚的防护罩里，否则几十年内细胞就可能被辐射慢慢摧毁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可能低估了未知的后果。比如我们往火星释放化学物质，会不会意外产生一些我们完全没预料到的副作用？又或者如果火星真的有某种微生物存在，我们改造环境的同时，会不会释放出古老的外星病原体？到时候灾难不只是在火星，而是波及地球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这么危险，我们是不是乾脆别折腾了，老老实实待在地球就好？这就是人类的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们知道地球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家园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清楚地球并不是绝对安全的。小行星撞击，超级火山爆发，甚至我们自己制造的气候危机，都可能让人类陷入灭绝的风险。所以殖民火星的计划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种保险，就像是把人类的资料备份在另一颗星球，但这个保险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生态风险，甚至是另一场行星级的灾难。那么人类真的能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吗？还是说这个梦想只是一种太空乌托邦？或许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我们究竟有没有资格去改造一颗星球？如果火星本身就有生命，只是我们还没发现，那么我们的殖民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毁灭？人类总说要在星际之间寻找第二个家，但也许真正的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先学会好好照顾唯一的第一个家？也许改造火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可行，而是它迫使我们去思考，人类究竟要成为怎样的文明？是那种征服一切的宇宙工程师，还是能与宇宙共存的星际守护者？答案暂时没有人知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改造火星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也最危险的一次赌局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你觉得人类应该改造火星，还是安分守己留在地球？在留言里告诉我你的想法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